首先，借用一张衣柜立面图，讲解 AutoCAD 偏移、定距等分、导圆角、圆弧的用法。偏移命令。首先，用直线的命令绘制一个长为1800毫米、高为2000毫米的矩形。输入它的快捷键 L 空格，正调 F8 打开，向右拽1800，向下2000，向左1800，向上。接着将上下两条线各向里侧偏移100毫米。可以点击修改面板中的偏移按钮，也可以输入它的快捷键 O 空格，输入要偏移的距离100空格，点击被偏移的线，点击被偏移的方向。下面这条线同样的，点击被偏移的线，点击要偏移的方向，摁 ESC 结束这个命令。定距等分用法。接下来将这条线定距等分。首先，定距等分的时候会出现4个定距等分的点，我们要将点的样式显示的清晰一些。现在需要在格式点样式中选择一个比较夸张的点样式，确定。发现原先已经制作好的衣柜图里，它的点样式出现了。接下来对这条线进行定距等分。每一条距离是450毫米，输入定距等分的快捷键 ME 空格，点击要被定距等分的线，输入每一段的长度450空格，这样定距等分点就出现了。接下来用直线描绘定距点等分的点，向下做垂直线，输入直线的快捷键 L 空格，捕捉这个点，向下做垂直，摁 ESC 结束。接下来画门的内框，用 PL 线围合一下门框，然后向里偏移50。PL 多段线 PL 空格，捕捉点，然后点击偏移或者输入偏移的快捷键 O 空格，输入要偏移的距离50空格，点击要被偏移的线，向里侧偏移，摁 ESC 结束这个命令。导圆角绘法。接下来做门的4个导圆角。可以点击导圆角的命令，也可以输入导圆角的快捷键 F 空格。我们输入一下导圆角的半径，看一下它的半径是30。那么我们点击半径，输入30空格，点击第一条线，点击第二条线，摁空格继续上一个命令，再摁空格，再按空格，点击这条线和这条线，摁 ESC 结束这个命令。现在这个门框的内框也绘制完成了。圆弧绘法。接下来要确定把手的位置，需要捕捉一下门框的中心点，向左做一个20毫米的辅助线。在捕捉之前，我们要确定中心点被设置成了捕捉点，摁 OS 空格，我们找一下都有哪些点被设置成了捕捉点。通常情况下，左边这一排只有象限点被去掉，右边这一排只选择垂直。启用对象捕捉和启用对象捕捉追踪都是被挑开的，摁确定。输入直线的快键 L 空格，捕捉到终点，向左输入20空格，向上70空格，向左20空格，向下140空格，向右20，向上闭合上，摁 ESC 结束这个命令。接下来把辅助线摁 E 空格删除掉。下面绘制把手的圆弧。
圆弧我们可以点击绘图面板中的这个命令，也可以输入它的快捷键 ARC 空格，点击第一个点，然后点击端点，点击画面上的端点，向左拽，我们选择方向，输入 D 空格，向左拽，把正交 F8 关闭掉，让这个圆弧变得柔和一些。拽到合适的位置，按下鼠标左键，点击一下。这样，我们这个衣柜的其中一扇门就绘制完成了。下节课会教大家用镜像和复制的方法，把整个衣柜完善下去。接下来，我们继续完善讲解几个圆弧的命令。圆弧的画法有很多种，大家可以基本上根据圆弧的提示去进行合适的操作。我先给大家演示5种。输入圆弧的快捷键 ARC 空格，指定第一个起点，指定圆弧的第二个点，指定圆弧的端点，可以这样画。按空格继续上一个命令，指定圆弧的起点，指定圆弧的圆心，输入 C 空格，点击圆弧的圆心，输入圆弧的角度 A 空格，可以指定圆弧的角度，输入90空格。再按空格继续绘制圆弧的命令，指定圆弧的起点，指定圆弧的圆心 C 空格，指定圆弧的圆心，然后输入它的 L 空格，输入它的弧长，弧长可以输入200空格。再接着按空格，直接摁圆心，摁 C 空格，点击它的圆心，指定圆弧的起点，指定圆弧的端点，再接着按空格，指定圆弧的圆心 C 空格，指定圆心，指定圆弧的起点，指定圆弧的角度 A 空格，输入90空格。课后练习时间，请同学们运用偏移、定距等分、导圆角、圆弧功能，绘制立面衣柜的一扇门。课后请多加练习。